那时没有政府哦，没有军队哦，台湾人结构造太多，都干拼了就对了。可是，历史真的是这样吗？1895年，日本收割台湾时，台湾人群情激愤，誓不降倭。眼看大难将至，台湾人着手做好殊死一战的准备。当时的抵抗力量有哪些呢？台海恩痛录中记载了当时驻守台湾的兵力：一时湘淮、闽、粤、土客诸军封据云屯，号340营，兵力不可谓不厚矣。这本书是以卫之役的战事实录之一，其权威性如何，大家可以自行查阅其作者的大名夏思痛。留守台湾清廷官兵仍然是抵抗的核心力量。1895年5月，日军登陆台湾，虽有部分官军兵力遵清廷旨意，先后撤离台湾，仍有3.3万从大陆来的湘、淮、闽、粤诸军的军人留台驻守，他们是以卫之役的参战主力之一。书中记载的土客诸军，就是台湾各地招募的民兵，也就是义勇。工部主事邱逢甲广募民兵，以府官兵不带，称为义勇统领。台湾士绅也积极响应，自备饷需招募义勇。义勇不立营垒，无事安居，有事征调。义勇的具体数量无法考证，其实就是全民皆兵啦。可以理解为真实有战斗力的黑熊，怎么还是感觉这话有点侮辱先人呢？还有一股重要的抵抗力量是台湾官府敕令组建的新除军，就是从义勇中选拔出来的正规军。史书记载，有苗栗富绅吴汤信，自备饷需募勇5000人，分驻中港、后垦各口；新竹武绅江少祖、徐襄各备饷需募勇1000余人，在大湖口一带预扣。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客家抗日3杰的来源啦。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以卫之役都是一场抗日保台的军民联合作战，否则不可能鏖战5个月010天，让日本付出死伤超万人的代价，伤亡超过甲午战争。从1895年3月23日至9月初3日，日军侵占台南，台湾全岛沦陷，台湾军民将甲午之役延长了5个月又10天。所以，以卫之役算是甲午之役的接续。历史可不是党派的黑历史，随便可以切割的。其实团结时讲也没什么新意，也是老调重弹，时人牙慧啦。今年是以卫保台战役127周年，我们一起怀抱着敬意。早在2022年，在以卫保台战役127周年纪念仪式上，蔡英文的致辞中全篇只讲护台，只字未提抗日，把当年台湾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斗争描述为寻求台湾独立的斗争。那当年是谁在为守护台湾而战呢？按照这样的史观，当年的其余人口是为了寻求独立，才和他们日后的家人拼菜刀的啦。我们的感情不是只有像朋友一样，是像家人一般的感情。